你有没有想过，一场关税战就能把世界推向深渊？1930年，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美国开始了贸易保护主义，签署了斯穆特霍利法案，大幅提高对进口商品的关税，却意外掀起了全球贸易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萧条。农民破产，工厂倒闭，失业率飙升。短短3年，美国失业率飙升至25%，全球贸易更是暴跌66%。最可怕的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还成为了2战的导火索。如今，历史似乎在重演，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正在悄然改变全球经济格局。我们是否正走在一条危险的老路上？这一次，全球是否会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甚至是战争？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回顾历史，看一下从上一次的全球贸易战可以学到什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193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美国进入了大萧条时期，经济下滑，失业率激增，农产品价格暴跌，社会各界对政府干预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开始推动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希望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国经济。随后，共和党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和众议员威利兹·霍利提出法案，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意图提高农产品的进口税，尤其是针对加拿大及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这里有一个背景，在1928年，胡佛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美国农业正面临欧洲农产品复苏后激烈的竞争，所以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农场主的日子就不好过，农业也因此成为了美国关税政策首先要保护的产业。然而，该法案在国会来回审议长达18个月，在这期间，经济萧条不断加剧，其他行业也坐不住了，纷纷游说国会保护自身产业，导致法案的内容日益膨胀。最初仅针对农业的提案，变成了一部涉及近900种商品的大型关税法案。重商主义在18世纪就瓦解了。当时经济学界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断不可取。然而，尽管有1000多名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大批商界领袖的反对，1930年6月17日，美国时任总统胡佛仍然签署了该法案，将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提高到60%。随后，加拿大就立即做出反击，提高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并降低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税率。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当时的加拿大自由党在1930年的紧急选举中败给了关税立场更加强硬的保守党。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引起了加拿大人多大的反感，是不是跟今天有点像呢？除了加拿大，其他国家也纷纷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限制美国商品的进口。虽然大萧条并非源自斯穆特霍利法案，但这份法案导致全球贸易额下降超过66%，国际贸易几乎停滞。贸易战的发起者美国更是遭受重挫。随着全球贸易萎缩，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在1929到1932年间下跌了将近70%。由于出口锐减，美国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这份初衷在于保护农民的法案，反而导致大量农民纷纷破产。美国的制造业也深受打击，失业率在1933年攀升至历史最高点25%，这是一个在今天根本无法想象的数字。斯穆特霍利法案成了大萧条加剧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在1932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以重启贸易、消除关税壁垒为承诺，赢得了美国大选。1934年，美国签订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开始与各国展开双边或多边谈判，通过互惠协议降低关税，推动国际贸易合作，全球经济也渐渐开始走向复苏。虽然距离上次美国全球性的大幅加关税已经过去了100年，这次不太可能像上次一样引发全球经济崩溃。在1930年代，美国经历了股市崩盘和银行危机。此外，胡佛总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签署了收入法案，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25%提高至63%，大幅抑制了需求，加深了经济危机。如今，美国的银行系统也比当年要牢固很多，就算股市和数字货币都来一次崩盘，也不太可能出现系统性的银行危机。川普也不可能想要通过大幅加税来解决政府债务问题，但这一次全球性的贸易冲突仍然会在短期内提高物价，甚至导致失业率大幅攀升。长期看，各国之间的贸易减少还会导致相互之间的信任下降，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从斯穆特霍利法案引发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在1930年代，从保护美国农业到全球贸易萎缩。
斯穆特霍利法案起源于美国想保护农业，但后来因为经济危机，其他行业也都纷纷呼吁关税保护，就发展成了一份包含900种商品的关税法案，引发了全球贸易战，结果反而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相似的是本次川普政府也是以保护美国制造业为初衷，想要解决美国制造业大量外迁的情况，让美国再次成为制造业强国。在川普第一轮的关税对象中，无论是中国、加拿大还是墨西哥，都公布了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虽然力度不大，谈判也都在路上，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关税，冲突在所难免。不仅如此，川普还宣称对欧洲的关税不会太远，甚至会对所有国家征收对等性关税。什么意思呢？若有国家对美国征收20%的关税，美国也会对该国家征收同样的关税。这个事儿看起来是美国在理，公平公正吗？我也没有多加你的关税，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的工业化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没有关税保护和其他国家公平竞争，很多产业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比如中国在加入 WTO 的时候就获得了特殊国待遇，允许中国在部分产业对其他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其他国家在对中国实行反倾销措施的时候，也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据。如果川普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对等性关税，很可能逼迫他们强烈反击，甚至会对美国之外的国家也加收关税，以此来保护本地产业。就在前2天，印度提出对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的钢铁产品征收12%的临时关税，原因是印度政府担心，因为美国那边加了关税，很多本来要卖去美国的钢铁产品很可能卖到印度来，伤害印度的钢铁产业。根据国际钢铁协会的数据，印度是全球第2大钢铁的生产国，因此钢铁产业对印度非常重要。印度政府想保护自身的重要产业也是情有可原，但谁家没有个情有可原呢？如果你一个情有可原，我一个情有可原，那全球的贸易战不就打起来了吗？因此我们要警惕，本次由川普政府开启的贸易保护之夜演变成一场全球贸易战。虽然在过去100年，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商品出口占全球 GDP 的比重从1930年的10%上升到今天的25%，几乎可以说没有国家可以真正独立于世界其他国家。这种情况的好处是，就算发生全球的贸易战，在程度和时间上大概率也会比之前小。但坏处是，贸易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要比1930年代大得多。第二，在1930年代，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失业率大幅升高。在斯穆特霍利法案签署的3年后，美国的失业率来到了25%。相比之下，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失业率最高只有9.9%。就连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失业率最高也才只有14.9%。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犯了很大的错误，比如在1930年到1933年，美联储没有及时应对银行危机，导致美国货币供应量急剧下降。甚至在1936到1937年，经济刚刚开始复苏的时候，美联储3次增加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将美国经济再次打回了衰退。面对美联储的神操作，美国政府也不甘示弱，在经济衰退的时候选择了加税。在1930年还没有凯恩斯主义，当时的美国对如何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救经济这回事还是懵懵懂懂，所以才会犯了非常多的错误。这些神操作放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虽然不是罪魁祸首，由斯穆特霍利法引发的全球贸易萎缩仍然是加剧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比如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让美国小麦出口下跌60%，汽车行业同样是出口暴跌，福特和通用汽车被迫裁员。类似的还有纺织业、化工业和电子业等等。回到今天，虽然美国是全球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但仍然有很多产业依赖出口，比如大豆、乳制品和猪肉等农产品的出口可能会遭受重创。另一方面，美国的关税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出口降低。今天虽然美国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但仍然是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2024年，美国 GDP 占全球 GDP 的比重约24%。很多国家的支柱产业依赖对美国的出口，比如墨西哥的电子产品、加拿大的能源产品、日本的汽车、德国的机械，还有中国的很多产品。2024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36.3%。
这还不包括中国通过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国家中转进入美国的商品。中国是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当中国的经济遭受打击，需求降低的时候，又会有很多依赖中国经济的国家遭受重创。大家应该看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美国全面大幅加关税的时候，全球经济都好不了。惠誉国际评级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 2.3%， 低于2024年全球的经济增速 2.9%。我认为如果川普政府坚持加关税，那这个增长预期就有点乐观了。有的人可能想说那其他国家是不是可以正好趁这次机会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比如加拿大最近正在积极的寻求和欧洲的贸易合作，日本最近也正在和英国发展自由贸易的合作，但寻找能替代美国的贸易伙伴却没有那么容易。我简单的说2条原因一，转向新的贸易伙伴需要重新调整物流、仓储和运输体系，涉及大量资金投入。在全球贸易中，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比如美国的前3大贸易伙伴中有2个是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东盟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要卖到欧洲和东南亚，那运输成本势必上涨。2，很多成品，比如汽车和家电等，需要花很长时间在一个国家建立品牌认知度。有的品牌在美国很受欢迎，但不代表在其他国家也受欢迎，想要卖过去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其他国家在短期内想要通过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来抵消美国关税的冲击并不容易。美国政府大幅增加关税，仍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冲击。第3，在1930年代，大萧条和贸易萎缩成为了2战的导火索。这话说，在大萧条之前，德国就因为凡尔赛条约的巨额赔款而经济衰弱。大萧条使德国陷入恶性通胀和经济危机，导致德国的社会动荡加剧，纳粹党趁势崛起。1933年，希特勒以恢复德国荣光为口号上台，为战争埋下了隐患。这是不是跟今天川普的口号有点像呢？希特勒声称德国需要占领更多的土地来获取资源和市场，从而实现经济复兴。这一理论推动了纳粹德国对奥地利和波兰等国家的侵略，直接引发了2战。另一方面，日本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大萧条期间，全球贸易萎缩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为缓解经济困境，日本选择通过武力扩张获取原材料。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在1937年全面发动对华入侵战争。在这里说一点题外话，我对历史并没有很了解，所以关于2战方面有说的不全或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谅解，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除了经济问题，关税是另一个2战的导火索。在1930年代，各国为了应对斯穆特霍利反，纷纷建立了自己的贸易集团。比如英国及殖民地加强英联邦特惠制，法国、比利时等国强化以法郎区为核心的贸易圈，德国与东欧和南美国家建立双边贸易协议。这种贸易割裂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对立，并减少了国家之间的合作，最终导致对外扩张和战争风险的上升。回到今天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到当年的影子。川普之所以能获得大量工人群体的选票，本质上是因为这个群体的美国人生活上不如意，希望通过川普激进的政策有所改变。川普上任后就提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并且还戏称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最近还频繁地向入侵国俄罗斯示好。这些事情都在为未来更多的战争埋下隐患。同样的是，川普政府大幅加关税的行为不仅影响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也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更差。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就不用说了，和欧洲的关系也在急剧恶化。先是原计划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和美国直接的高层会谈被突然取消，然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批评欧洲的领导人，指责他们压制言论自由，未能有效处理大规模移民问题，并将欧洲比作威权政权。在一次最近的调查中，欧洲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显著下降。在接受调查的11个欧盟成员国中，有 50% 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必要的合作伙伴而非盟友，只有 21% 的受访者仍然将美国视为盟友。虽然今天的全球经济相比于1930年代要融合得更深，全球贸易不太可能像当初一样大幅萎缩，
经济萧条和贸易战直接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概率非常小，但仍然有可能导致更多的全球摩擦，甚至是更多小规模的战争。如果普京在俄乌战争中全身而退，谁敢说皇上不会因此受到鼓舞呢？最后，历史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看似短期内保护了部分行业，却往往会损害全球经济，也容易加剧国家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成为更大冲突的导火索。虽然今天的全球经济与1930年代有所不同，但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仍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不仅可能推高物价、加剧失业，更可能导致各国之间信任下降，带来地缘政治的风险。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却总是惊人的相似。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请给一个关注、点赞加评论，谢谢大家，拜拜。